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大哈沟中文频道，我是 Joy。有时候我们常常等了一整周，就是为了那2天的假日能够睡到自然醒，但现实却是闹钟没响，工作讯息却到了。让我们欢迎明星讲师 Sam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am。我目前在胡志明市担任华语老师。大家好。那我想问一下 Sam， 你的工作是平日5天，假日2天，对吗？我主要的工作是平日，但假日的时候，为了要准备教材，所以我也会牺牲一点假日的时间来工作。哇，这样真的蛮辛苦的耶。的确是因为，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当老师只是站在台上讲话就好，但其实私底下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。对，因为你要准备教材，你要知道这个语法、这个词汇是要怎么教，所以需要去准备了，需要去准备。再加上我其实不是一个教了10几年、20几年的老师，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，所以我觉得在教课之前，我一定会做准备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怎样的就是周末形态对你来说是最理想的？我觉得是可以周休2日，能够确确实实的把工作和日常生活、私底下的生活分开的那种。就是你工作天就是认真工作，但是放假也要认真放假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子。那你现在你觉得你生活达到这个状态吗？我觉得正在努力当中。一开始我教课的时候，是我完全没有休假日，就是我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教课，然后准备教课准备。但直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准备的教材已经有一定的量了，所以我开始找到自己的时间去放松，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独处、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。好比说周末，好比说现在有机会来到大哈沟中文频道分享我的一些日常。对。那如果周末的话，假如今天完全没有工作，你会倾向自己在家做自己的事情，还是你会想说跟朋友出去聚会啊之类的？我觉得如果周末有2天的话，我觉得1天可以跟朋友出去，然后另外1天就自己在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、出去聊天，我觉得是一种算是情绪上的出口，所以跟朋友就是抱怨一下最近的工作啊，或者是说发现了最近有什么新奇的事情。那另外1天在家里就会想要跟自己独处，就是看一下书，听一下音乐，追一下最近蛮受欢迎的影集。对，就是跟自己独处的时间和朋友的时间，我觉得都很重要。对，都很重要。那你呢？你周末都在做什么？因为我工作是只有1天假日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上班6天，周日休息，但可能会跟同事一起出门。对，所以我比较少跟自己相处的时间。对 OK。因为难得放假，可能会想要去吃点东西，或是去一些比较想去的地方。对 OK。那你有那种周末是6和日完全被工作塞满的经验吗？有，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，天啊，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。就是你知道，有时候我都还觉得6日不够时间来准备我的教材，这么对，我都已经花大概8个小时的时间，在家或是在咖啡馆，就是准备我的一些上课要用的东西，我还是觉得不够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每1天都要准备，甚至我平日晚上我也大概到
凌晨1点2点才上床睡所以觉，甚至影响到你下班和睡眠的时间。对，哇，然后在课堂上你又要表现出好，我们来教课，精神很好的样子。因为学生看到老师没精神，超明显的。真的，而且你知道有一次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意识到我很累很累的那种状态。是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，我请学生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教到一个中文语法叫做很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你的学生都是国中生或是高中生，初中生和高中生，就有一定年纪，但也还是偏小朋友一点点。然后那时候就请学生用很造一个句子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你看起来很累。”我就说：“哈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老师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看起来很累。”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：“啊，我真的已经表现出脸很疲劳的样子吗？”然后我学生就说：“对啊，老师。”我就吓到，我才意识到说：“哦，对，我的确是要好好休息。即便我觉得我在上课时候的状态是很有活力的，但是我学生还是可以看得出，老师你脸好像跟你一开始来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是不一样，就是比较憔悴一点。”对。对，如果真的，因为你毕竟是在台上被好几个学生注视着，所以状态一不好，其实真的蛮容易被发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，我的确是要好好休息，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。真的，就是工作和生活平衡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假如有2天周末，你完全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你会觉得这样算很浪费时间吗？还是觉得这很正常？我以前如果这个问题问我，以前的我会回答说，我觉得很浪费时间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没有跟朋友出去，然后就待在家里这样。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，我觉得还行，就是不会觉得太浪费时间，但又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因为其实你虽然说是浪费时间，但其实是一个放松心情。对，一个放松心情，就是其实发呆也是一种放松。因为放松其实对现代人来说真的蛮重要，大家现在都比较紧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时间。对。那假如今天周末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，在家睡觉、和朋友出门以及加班，你会更倾向哪一个？我会更倾向叫朋友一起来我家睡觉。朋友一起来你家睡觉？没有啦，有说哪一位朋友吗？没有，就是大家一起好好放松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朋友大家聚在家也是蛮开心的。对，真的，你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很喜欢追求那种往外跑的日子。对，大家一起在家滑手机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大家一起来到家里面喝个酒，然后吃个东西，然后聊天，然后那种互闹，天哪，很幸福。真的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，没有那么爱往外跑了。对，我现在其实觉得，就是你不用要去什么游乐园，或者是去什么，就不用太多刺激的事情。对，就是平静。对，平静最重要。对。那假如有一天，应该算2天，你都是在家休息，那你会心里觉得，我今天什么事都没做，而觉得有罪恶感吗？的确是会有，有的时候会有。但是我现在觉得，有时间就好好放松，有时间就好好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，像是追剧，像是跟朋友聊天，或是传个讯息，打个电话给给爸爸妈妈，给家人，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种放松，很好的心情抒发。那如果是让你自己定义所谓的生活平衡的话，你会为它下怎么样的注解？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，可能从大学毕业到32岁、33岁之前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适合打拼的年纪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放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那你会觉得累是理所当然的，我觉得有的时候累是好的，就是你工作做得多，你收获的多，所以你觉得累。
那这种累是需要珍惜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哦，太累不好，但很重要的是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点去释放，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好好的休息啦。对，所以休息很重要。就算你今天忙到非常忙，我觉得花个10分钟坐下来，看个手机，追个剧，滑个社交媒体，我觉得这都是对你是很放松的。对。那如果是在努力工作整周和适时停下休息，你会比较倾向哪一个？还是都需要？我觉得都需要。对，真的都需要平衡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以前可以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，但现在年纪到了，就像是主持人，你也不年轻了吧？听说你45岁了？没有。对，就是要好好适时的休息。真的，因为年轻的时候真的会一直想要一直冲，一直让时间填满。但我们现在没办法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捞起来放了，对，就是要好好休息。而且有没有发现，来镜头 take 一下，不是摄影棚的地方，已经有2个人睡到翻天覆地。摄影棚外的朋友 Shirley 跟 Andrew 他们已经开始在找到他们放松的一些事情了。对，一个躺在床上，一个躺在沙发上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不管你这个周末是要工作加班，或是在家追剧啊，做自己的事情，又或者是跟朋友出门，记得都要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，因为人生就像手机，需要为自己充电，所以不要忘记给自己一点停下来的时间，好好休息。我们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最好的平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大家再见。谢谢 Sam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主持人，大家再见。